在越南过春节，很多店家都会休期长假的哦。台湾如果是行人地狱的话呢，那越南就是行人的18层地狱。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另外花钱买快速通关，记得要过到马路的对面的停车场才会找到你的司机。Xin chào các bạn， 我是 Becky， 经营频道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很多观众也会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或者是私讯我的粉专问一些关于越南旅游的问题。所以这一期影片呢，我就整理了一些大家常见的留言，来这边一并为大家解惑。我知道大家来越南最关心的就是治安问题，会不会有飞车党啊？会不会被嘎腰子啊？我之前呢有出过一期影片，大家呢可以先去看一下。这一期影片呢就会跟大家分享到越南旅游一定要知道的6个小 tips。如果有计划要来越南旅游的朋友，这一期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哦，不要说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很多人都想趁农历年有长假的时候来越南旅游，不过越南也是跟华人一样过春节的，而且过年的氛围非常的浓厚，在大城市的打工人也一定都会返乡过年，所以市区看起来就会相对的冷清。我查了一下台湾所有的百货和卖场，顶多是除夕营业到傍晚5、6点，就会让员工下班回家吃年夜饭，初一就立马恢复正常营业。台湾的服务业大多都会想趁春节赶紧捞得盆满钵满，不过在越南过春节，很多店家都会休期长假的哦。拿百货公司来举例，像2023年越南百货龙头 Vincom， 除夕只营业到中午12点，初一到初三关门，初四才恢复正常营业。高岛屋是除夕就开始关门，我记得以前百货在春节休得更长，现在已经慢慢在改变。百货都会关门了，那其他的中小型店家绝大部分都会休更长的假期，越乡下的地方会休越久。所以大家如果有计划春节要到越南旅游，需要先确认你要造访的地方是否有正常营业哦。很常听到有人说过越南海关被要小费，老实说我在越南进出20年，完全没有被要过小费，倒是有被海关问过你结婚了吗？虽说在越南的公务单位还是可以用钱打通关，让事情更顺利，但是在过海关的时候，只要你的文件都是合法的，海关没有理由去索要小费，你更没有必要主动去给小费。我倒是有听过我的前老板因为在台湾更换护照，导致持有的护照和暂住证上的护照号码不同，但又急着到越南，这时候胡志明就真的可以过关斩将。另外呢，就是疫情后出现的 VIP 快速通关，就是你下飞机后，在过海关前就会有人举着姓名牌等你，连 Klook 都有卖，一个人收费是台币1013。我看服务内容是私人助理处理所有飞行后的手续，例如优先办理登机手续、海关贵宾通道和安全检查，无需排队。货币兑换，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超神奇耶，应该也不是官方提供的正式服务，算是海关的业外收入。在越南机场过海关的时候，没有人会只是排队出关，大家呢就是看哪一个队伍比较短就去排哪一个。海关的效率呢也比较慢一点，不过根据我的经验，一般来说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搞定。以我个人来说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另外花钱买快速通关，而且我觉得还蛮贵的。按人头收费，5岁以上呢就要跟大人一样的价格。我带着2个女儿飞，3个人就要3000多哎。回到刚刚所说的，只要你是持有合法文件入境，海关都不会啰嗦什么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一克值千金，或者是在越南廉价旅游旺季的时候不想排队的话，那也是可以买一下啦。因为呢，我住在胡志明市，所以只能分享新山一机场的状况。入境后呢，有3个方式可以离开机场：传统计程车、交程 APP、公车。那我就带大家实际去现场看看吧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在新山一国际机场了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入境后呢要怎么离开机场。入境就会从这边出来，有超多人在接机的，有种巨星到来的感觉。柱子呢都有号码，我们往号码少的地方走，就可以看到计程车排班的地方。那就从这里走进去，就开始会有计程车公司的人员在这边揽客，没有限定是哪一家才可以进来，所以就是各个颜色的都有。
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呢，你就是看谁抢得凶，会被他拉走。深绿色的呢就是 Vina Sun 的人，那这个黄色的是 Vina Taxi， 那这个草绿色的就是 Mylan。如果你有特别想要搭哪一家的话，你就是跟他们说。如果你是要搭 Grab 或是其他轿车 APP 的话呢，叫好车之后呢，到11号跟12号路的对面上车。这边是12号柱，它的对面过这个马路。这里有写玲珑4公里，就是轿车 APP 的，就要在这边等车。所以你看这边有超多的推车，都轿车 APP 的车会在这边等。就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他不让这个轿车 APP 的人进到里面，因为这边其实是一个停车场，然后就有一点挤，路也非常的小，你就会找不到你的司机在哪里。所以大家如果有用轿车 APP Grab 啊，或是 B 之类的话呢，记得要过到马路的对面的停车场才会找到你的司机。那最后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搭公车离开。那这边呢就有152号公车跟109号公车，一样在过马路后呢，大概在15号柱的对面，你就可以看到有公车，这个是152号公车。来往机场的巴士相较之下比较新颖，冷气也蛮凉的。上车找位置坐好后，会有车长小姐过来收钱，票价是5000越南盾，是不是超便宜？不过这规格就是一般公车，没有特别可以放置行李的空间，所以行李就只能放在椅子上或走道上。隔壁的越南阿姨带了2个小行李箱，车长小姐就多收了她5000越南盾。后来看到2个欧美小哥带着超大背包上车，似乎也没被多收钱。乘客不是太多，如果住在高岛屋或槟城市场附近，而且行李不多的朋友，就可以考虑搭公车。因为我也是带孩子在越南生活，所以也有家长会私信问我哪里可以遛小孩。以胡志明市来说呢，我觉得是没有。美术馆、博物馆这种地方在越南可以说是趋近于零，就算有的话，品质也不怎么样。动物园啊、亲子餐厅啊、乐园等等呢，也没有比较厉害。如果是来越南旅游的话，就没必要花时间在这些地方，除非大一点的孩子看得懂历史啊和建筑啊，不然啊，小孩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。另外带婴儿的话呢，在胡志明市的人行道推婴儿车，会觉得自己在参加障碍赛。要带孩子到越南玩，我比较推荐到海边的城市。越南的海岸线很长，离胡志明市最近的呢就是头顿，还有岘港啊、芽庄、富国岛。富国岛有主题乐园、野生动物园、水上活动，还免签证。我觉得越南的这些海边度假村 CP 值都蛮高的。大家到越南呢，都会需要换越南盾。如果你身上是持有台币、人民币、港币等等呢，就不需要特地换成美金，这样会有2次的汇兑损失。入境越南后呢，就可以到金饰店换钱。在越南很多金饰店都可以兑换外币，是不是觉得超神奇？我有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不是非法行为哦。如果金饰店有拿到国家许可，就可以进行外币兑换的服务。我看最多人换钱的地方就是槟城市场旁边的哈当跟麦登，这2间呢也是金饰店，地点非常的方便。我看过一个 YouTuber 去实测，同时拿100美金去这2家换钱，换出来的汇率呢是几乎没有差别的。大家就看哪一家人少就排哪一家吧。去银行换当然也可以，但手续上就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大部分都会选择快速方便的金饰店换钱。越南的交通混乱程度是有目共睹的，旅客过马路的时候呢，也常常让人心惊胆战。如果是在有红绿灯的状态呢，大家也不要看到车道显示红灯就踏出去，因为红灯亮起的3秒内，很多汽机车都是不会停的。虽然法令规定红灯不能右转，但越南好像没在管。之前我越南朋友骑摩托车载我的时候呢，丝滑的红灯右转，然后很有自信的跟我说可以转。另外呢，就是没有红绿灯的状态，越南这边呢有一些圆环或是比较小的道路是没有红绿灯的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奢望什么礼让行人。台湾如果是行人地狱的话呢，那越南就是行人的18层地狱。你就是要直接踏出去，然后以稳定的速度前进，汽机车呢就会在快撞到你的时候闪开。稳定的速度很重要，不能那个要走不走的，这样会扰乱驾驶的自动导流系统，反而更危险。老实说，我在越南这么久，每次过马路的时候还是会很想尖叫。
之前去办驾照的时候，司机放我在对街下车，但那一条路的上游呢是一个超大的圆环，意思就是没有红绿灯，车流呢永远在最高峰。我呆站在路边10秒，最后是旁边的 Grab 司机看不下去，直接冲出马路帮我挡车。那这一期影片就到这里啦，你们觉得这些 tips 对你们有用吗？或是你们还有什么对越南旅游的问题，都可以在留言告诉我哦。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